上一期拼完了强袭自由2式，所以这一期当然要把它的搭档也拼出来。这次是限定透明色的无限正义2式，但透明色模型看的不只是设定，还要看灯光、材质和摆在一起的感觉。原本我以为它完成之后应该会和强袭自由2式站在一起，但拼着拼着，我突然想到另一台模型同样是透明色，也许它真正适合的搭档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一台。今天继续下班后1小时拼模型，第5期要做的是 HG 无限正义2式透明色。上一期做了强袭自由2式，所以这一期本来很自然，就是把它的搭档也拼出来。但这次比较特别，它不是普通版本，而是透明色版本。透明色模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不一定只是看机体设定，也要看灯光打上去之后的感觉。那就还是照老规矩，每天一点点，慢慢把它拼出来。先从头部开始。从设定上讲，无限正义的头部一拼出来就是 C 的系队长期的感觉。透明件处理起来要比普通零件更小心一点，因为水口、刮痕还有指纹都会更明显。头部完成之后，感觉已经出来了。虽然只是一个小部位，但它决定了整台机体的第一印象。接下来是胸部，透明色版本的胸部在灯光下面会比普通版本更有层次。这类模型的乐趣不一定是结构有多复杂，而是每一块透明件合上去的时候，颜色慢慢叠起来。头和胸装在一起之后，整台机体的感觉就开始出现了。接下来是手臂 ，HG 的手臂结构通常不会太复杂，但左右两边都要做，所以节奏会比较重复。做模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重复但也安静。下班后能慢慢做一点，其实也挺舒服。手臂装上去之后，上半身就完整很多。虽然现在还没有腿，也没有背包，但已经能看出正义高达的轮廓。接下来是腿部，左右两边都要做，也是每个模型比较花时间的部分。
透明色零件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很多小痕迹都会被看见，所以这一期我会用更高目数的砂纸。但慢也有慢的好处，每一部分拼好之后都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推进感。近年的 HG 更多的利用了榫卯结构，使得腿部的拼装很有新意。等下装上特效件，腿部还有额外惊喜。腰部和裙甲不算复杂，但会影响整体比例。主体装起来之后，它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做到这里已经有一点完成的感觉。不过无限正义真正的重点还在后面，没有背包和武器之前，它还没有完全展开气势。接下来是背包，对无限正义来说，背包是很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它是全新的设计。设定上，无针2的背包是由终端机设计，基本脱离了前2款扎夫特设计的轮廓。背包装上的瞬间，全新的无限正义高达完整了。最后是武器和配件。对这台机体来说，武器不是最复杂的地方，但装上之后更能还原剧场版的造型。
到这里，这台限定透明色无线正义20就完成了。按照原本的想法，它应该站到强袭自由20旁边，这样摆当然没问题。一个是强袭自由20，一个是无线正义20，设定上他们就是一对。剧场版里，基拉和阿斯莱用这组搭配对基金国展开反攻，上一期和这一期视频也刚好接在一起。但是剧场版的剧情还在发展，我也有另一台已经完成了透明色模型，同样是透明色，这样摆起来反而更像一对。彩斗非凡强袭和无证20才是真正的最终决战搭档。不过这台彩斗非凡强袭自由，我之后应该还会单独再整理一次，它还有一个专属特效地台没有做，等以后做它的细节升级时再让它完整登场。这一期的主角还是这台透明色无线正义20，但它完成之后也刚好让我试了一次不同的配对。剧场版中期它是强字20的搭档，最终决战它也能和非凡强字站在一起。下一期要做的是 MGST 命运高达，这是2026年的新品，也是我排期里接下来很重要的一台，所以下一期就来看看这台 MGST 命运高达宿主体验到底怎么样。还是一样，每天1小时慢慢完成。